1965年12月16日，法国蔚蓝海岸费拉角，一个91岁的老人死在他的别墅里，身边没有妻子，没有孩子，没有爱人。他叫威廉·萨默塞特·毛姆，那个时代版税最高的英语作家。他的书用几十种语言流通全球，让千百万读者在故事里认出自己，哭了，笑了，然后合上书，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枕边的人。他自己的婚姻维持了12年，他后来说，那是我这一生最大的错误。63年前，1902年，他28岁，出版了一本书，书里有一个女人，有庄园，有遗产，有身份。她嫁给了一个租她土地的农夫，那是一段没有人祝福的婚姻。书里有一句话是一个47岁的老姑娘说的，婚姻不过是给离婚法庭的法官赏晚饭吃的营生。这句话藏着3个问题：一，为什么一个把婚姻看透的人依然走进了婚姻？2，为什么爱得越深的女人摔得越重？3，一段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会发生什么？欢迎来到翻口人物智库，我是翻口。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毛姆的《克拉多克夫人》。上面问题的答案藏在一个女人的20年里，她叫博莎莱伊。她的故事要从她父亲死去的那一天开始。那一年，莱伊庄园的主人换了人，博莎莱伊一个人接过了父亲留下的一切，庄园、田地，每年源源不断的收入全部归他。他不缺钱，不缺地位，不缺教养，他缺的东西他自己说不清楚，但他知道那个东西一定藏在一段关系里。他的姑姑 Miss Lay 对此有不同的看法。Miss Lay 人称波莉，47岁，从未结婚，每年坐拥500英镑收入，整天出国旅游，游历欧洲，把日子过得比大多数有夫之妇更开阔。她不是嫁不出去，是选择不嫁。这2件事从外面看起来一模一样，内里天壤之别。在亲戚朋友眼里，她是个可怜的老姑娘，年轻时候被男人伤过，所以才嫁不出去的。大家都这么猜。在她自己眼里，那是别人的问题，不是她的。她从来不解释，也不辩驳，她只是继续出发，继续旅行，继续把她一个人的日子过得比很多2个人的日子更饱满。但不管她过得多好，只要她没有结婚，在别人眼中她就是失败的、凄惨的、需要被同情的。这是1902年的英格兰对独身女性的标准判词。120年后，这句判词换了一副面孔，但内核没有变多少。博莎也不理解她的姑姑，她年轻，比姑姑漂亮，对爱情充满期待和想象。她有意无意的总要在姑姑面前比一比年轻，说话时带着一种轻描淡写的优越感。我才多大，还有大把的时间。言下之意是，不像你，已经来不及了。毛姆在书里解释了博莎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年轻是一种需要通过比较才能成立的状态，没有人可以永远年轻，我们注定只能短期持有，想要延长这个期限，就必须持续处于他者凝视的高压之下。所以主体性不强的人会在某一时刻不约而同地和别人比年龄，或者让别人猜自己多大，在半真半假的回答里寻找自己。那种寻找除了心理安慰得不到任何答案。博莎就在这种寻找里。米斯类看着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也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没有说教，没有点破，只是放手，让这个孩子去亲自走他要走的路。有些事说了没用，要走进去才知道。博莎的父亲在世的时候教了他很多东西，教他读书，教他弹琴，教他在宴会上谈吐得体，教他辨别好的葡萄酒和坏的葡萄酒，教他欣赏一幅油画，教他在困境里保持尊严。他教的每一件事都是让他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的事。但有一件事他从来没有教过他，你一个人也可以是完整的。这不是他的错。他那个时代的人普遍相信女性的完整需要一段关系来封印。米斯类是例外，是那个时代教科书之外的注脚，大多数人读不懂他，也不打算去读。博莎继承了父亲留下的庄园和财富，却没能继承米斯类站在旁边的那种清醒。他把自己的完整托付给了一个他以为自己爱的人，这没有什么可羞耻的。这只是一个在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女孩，按照她被给予的地图，
走向他以为的目的地。只不过那张地图画错了。现在我们来完整的看看那条路。那条路的起点是一个平常的午后，爱德华·克拉多克站在农场里干活。博莎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喂牲口，没有任何表演的成分。他不知道有人在看他，他只是在做他每天都要做的事，用2只有老茧的手做真实的劳动。博莎站在那里看了很久，他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状态的人。他认识的男人都是精心打磨过的，说话得体，姿态优雅，知道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在什么场合展示什么样的自己。爱德华不是，他的眼神直接，他的动作没有多余，他不知道怎么在上流社会的晚宴上应酬，也完全不在乎这件事。博莎把这种不在乎读成了真实，把陌生读成了纯粹，把一个他完全不了解的世界读成了一个比他熟悉的世界更值得去爱的地方。然后他爱上了这种读法，那是陌生感，不是爱情。但在那个午后，他分不清楚，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错误，常见到它有一个专有名词，浪漫化。我们把陌生事物里无法理解的部分自动填充成我们最渴望的东西。它沉默，我们说它深沉；它简单，我们说它纯粹；它粗粝，我们说它真实。我们爱上的不是它本来的样子，是我们自己的想象，恰好投射在它身上的那个轮廓。等有一天投影机关掉了，灯光亮起来，我们才看见那个轮廓下面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不坏，但也没有那么好。1902年，毛姆把这一切写进了书里。那年他28岁，还没有结婚，凭借的是他在伦敦当实习医生时用了好几年磨出来的那双眼睛。那是一双见过太多的眼睛。他在圣托马斯医院接生，见过产床上的女人在最脆弱的时刻如何被他们的丈夫用最轻慢的方式对待。他去贫民窟出诊，见过婚姻里的男男女女如何在生存压力和日复一日的摩擦下把彼此一点一点的磨损殆尽。有一件事他记得特别清楚，那是他在产科病房值班的一个夜晚。一个女人在生产，痛苦的几乎失去意识，断断续续地喊她丈夫的名字。她的丈夫就在走廊里等着。毛姆出去通报说情况很危险，需要家属签字。那个男人接过表格，签了名，然后问了一个问题：我明天还要去工厂，他大概什么时候能好？毛姆没有回答。他回到病房，把那个问题压进了心里最深处。他知道那个男人不是坏人，那个男人只是用他所有的认知框架在处理一件他不知道如何处理的事。爱在某些人那里从一开始就是一套操作程序，而不是一种感知能力。问题是博莎不知道这件事，他以为每一个人都和他一样，爱是一种感知，是一种在场，是那种我在这里，我看见你的持续状态。他只是去爱了，然后等着被同等方式爱回来，而那个等待是这个故事最大的误会。他叫爱德华·克拉多克，莱伊庄园的租地农夫，在庄园里租种农场，账目清晰，从不拖欠，是博莎父亲口中我们最好的佃户之一。按照当时的世俗标准，他是个好人，没有人会质疑这一点。问题是好人不等于好伴侣，但博莎不知道这个区别。爱德华来求婚的那天说的第一句话是这样的：我爱你，我想求你嫁给我，但我没有什么能给你，我知道我不该这样，请别生我的气。这句话无懈可击，他把所有的主动权都交给了对方，把自己放在最低处，让对方没有办法拒绝，因为拒绝就等于踩一个已经跪下的人。博莎当然没有拒绝，他后来告诉自己，他爱上的是他的谦逊和真诚。但毛姆在这本书里把另一件事说得非常清楚，那种谦逊不是爱德华的性格，那是阶级差距施加在他身上的压力压出来的一种自卑式的温顺。这两件事表面上几乎一模一样，内在机制截然不同。当一个人站在比自己阶级高得多的人面前，他会天然地进入仰视的状态。仰视带来谦逊，带来高度敏感，带来随时察觉对方情绪变化的能力，带来那种令人着迷的感觉。他总是能看见我，那是博莎真正爱上的东西。问题是那种看见不是因为他爱他，
是因为他需要那张入场券，他需要通过它走进一个他原本进不去的世界。当他终于走进去站稳了，入场券的价值就悄悄发生了变化。在婚礼之前，爱德华约博莎去农场，他带他看喂养家畜的流程，解释每一种饲料，带他走过麦田，教他辨别不同庄稼的叶片。他在角落搭了个简陋的炉子，亲手做了一顿农家饭，没有餐桌布，没有精美餐具，粗瓷碗盛着简单的食物，热气腾腾。分别前，他在田野里采了一大把野花递给他，不是花店里扎好的那种，是真正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带着露水，有些茎还沾着黑色的泥。博莎接过来，感动得说不出话。那束野花后来在他脑子里放了很多年，他没有想到那束花的意义和他以为的完全不同。密斯雷见到那束花，只说了一句话：付租金可比这实在多了。没有人觉得这话好笑，但密斯雷是认真的。一束野花是零成本的，每月准时交租，需要诚信勤勉，需要他日复一日的做到。他是在说，你认识一个男人，要看他在平凡日子里的持续行为，不要看他在求爱期间的单次表演。博莎没有听进去，那束野花在他心里比任何道理都重。他从未出过国，也从未想过出国。蜜月的时候，博莎提出去意大利待1个月，那是他从小的梦想。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罗马的古迹，在异国的阳光下，和爱的人一起，把每一天都过成一幅画。爱德华拒绝了，他说农场的牲口没人照看，他走不开。最后两人去了伦敦。伦敦，博莎早就烂熟于心的地方。他和爱德华一起去看了好几场话剧，那些剧他早就看过了，知道每一处转折，但他还是陪着他坐在那里，装出第一次看的样子。坐火车的时候，爱德华买了一摞报纸杂志，从发车那一刻起就低着头翻，把整段旅途塞得满满当当。博莎坐在他旁边，看着窗外的风景，没有说话。他后来才明白，那摞杂志是一个信号。他不知道和他聊什么，也不打算费力去找，与其无话可说的尴尬着，不如找点东西填满时间。那是一对新婚夫妻，坐在同一列火车上，各自活在各自的世界里。蜜月就这么过去了。很多年后，博莎会反复想起那个蜜月火车上的场景。爱德华低着头翻杂志，他看着窗外，他会想，那个时候如果我开口说话会怎样？如果我说放下那本杂志，看着我，跟我聊聊，他会放下来吗？他永远不知道答案了，因为他没有开口。他选择了沉默，选择了等他先来，选择了用忍耐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好的妻子，选择了把自己的需求压进去，换取表面上的平静。那个沉默是他在婚姻里学会的第一课，也是代价最高的那一刻，因为每一次沉默都让他更加相信沉默是可以的。沉默是他的答复，沉默意味着一切都好。密斯雷回来探望这对新婚夫妻的时候，看到了更多。他注意到婚姻让爱德华变了一件事，他不再腼腆了。那种腼腆曾经是他身上相当迷人的气质，如今消失了，换来的是一种大大咧咧的自在。吃饭时随意打着响亮的饱嗝，餐桌礼仪抛到了九霄云外。博莎在钢琴前弹了几分钟，他打了10几个哈欠。密斯雷把这些记在心里，没有开口。直到晚饭的谈话，他终于找到了那把钥匙。谈话谈到了欧洲音乐。爱德华插进来说，我喜欢好听简单的英国曲调，因为是英国的我才喜欢。对我来说，世界上最好的曲子就是天佑女王。密斯雷平静地说，写那首曲子的是个德国人。爱德华没有停顿，说，就算这样讲的也是英国人的情感，我爱国，这没什么难为情的。密斯雷笑了笑，没有继续。他已经看明白了，当一个人在不熟悉的话题里露怯，他不会承认自己不知道，他会把话题拉向爱国，拉向政治，用一种无法被反驳的道德姿态，把自己从被审视的位置挪到无法被质疑的位置。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本能，也是一种非常有限的人。家族里的亲戚反对的更直接，他是你的管家，他求婚是为了钱，你们之间毫无共同话题，他不了解你的世界，你也不了解他的，每一句都难听，每一句又都没有说错，
博莎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因为他以为爱情可以越过所有这些东西。他还不知道有一件事是爱情越不过去的，结构。结构会在某个普通的早晨静悄悄地把爱情吃掉，不是一口，是一点一点，每天一点，直到有一天你发现盘子里什么都不剩了，而你连它是什么时候消失的都不记得了。交往不足1个月，博莎答应了求婚。婚礼之后，游戏规则悄悄换了一套。毛姆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这样一段话：男人在追求一个女人的时候所展现出的所有美好品质，并不是在服务那个具体的女人，他服务的是那套游戏规则。规则要求他赢得这个女人，他就全力以赴地去赢。规则要求他维持这段关系，他就用最低成本维持。等规则不再要求他竞争，那些美好品质就完成了他的使命，安静地退场了。这不是欺骗，这只是一个人在不同激励机制下展现出不同版本的自己。问题在于，博莎爱上的是激励机制最高时的那个版本，而他即将要度过一生的是激励机制归零之后的那个人。这两个人住在同一具身体里，怎么分辨？婚礼之前几乎没有办法。Miss Lay 早就知道这件事，她选择了不去检验。博莎选择了走进去，亲自看一眼。两种选择都需要勇气，只是代价不一样。婚礼那天，有人在帮博莎换了一套游戏规则，她不知道，没有人告诉她，因为这件事不需要告诉。婚姻制度自己会完成这个交接。当一个阶级低于她的男人成为她的丈夫，她获得的不只是一个妻子，她获得的是父权制游戏里丈夫对妻子的结构性支配权。不管他们之前身份差距有多大，不管博莎有多少钱，多少庄园，只要进入婚姻，性别价值就自动覆盖了阶级价值。爱德华变成了主人。这个交接静悄悄的，没有仪式，在新婚之夜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博莎以为自己嫁的是一个人，实际上她走进了一套系统。变化从细节开始显露。蜜月回来，爱德华迫不及待地开始兑换他的人脉价值。他几乎不错过任何一次社交聚会，不在家多停留一刻。当博莎想要一个安静的两人夜晚，他已经拿起帽子准备出门了。他的理由从来都说得通，这个人很重要，认识一下有好处。那个宴会不去不礼貌，这次机会难得，错过可惜。每一条理由都成立，加在一起就是他永远不在。更让博莎难堪的是他在社交场上的那套做派，那是一种他无法接受的表演。对上位者，他弯腰，他微笑，他说：“是的，您说的对。”他用一切方式告诉对方：“我认可您高于我。”博莎曾经替他打抱不平。一次聚会上，有人有意把爱德华当管家一样使唤，他愤怒了，下次邀请就打算拒绝。他去问爱德华：“你觉得他客气吗？你没看到他那种高人一等的样子？”爱德华笑了，说：“我什么也没看出来，这不过是你的臆想。”然后他高高兴兴地去了下一场聚会。博莎站在原地，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看见了，但选择不在乎，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的眼睛专门为权力关系服务，从来不为他的愤怒服务。有一个场景 Miss Lay 记在心里记了很久。爱德华当着一屋子客人的面让博莎难堪。那天有一位女主人带着她的丈夫来访，谈话之间有人提到了爱德华早年的往事。那个女主人笑了一声，用那种上流社会特有的轻柔语气说了一句暗讽。爱德华听出来了，也笑了，然后说了一句话，大意是：是啊，那时候我在莱伊庄园做佃户，幸亏莱伊小姐不嫌弃我。她把自己说成了幸亏被收留，用一种自贬到极致的方式把刚才那个暗讽轻巧地化解掉了。所有人都笑了，气氛融洽。博莎没有笑，她坐在那里感到一阵寒意。不是因为她提起了过去，她从来不在乎那个，是因为她看见她在笑的时候的眼神，是一种算计之后的放松，是表演成功的满足。那一刻，她才第一次真正看见站在她面前的这个人在社交场上有多么熟练，熟练到连他也成了他的道具。然后是那套让博莎彻底崩溃的理论——母鸡论。爱德华说的，他说：“
女人就像母鸡，她们咯咯叫的时候，你只管坐着不动，别去搭理她，等她叫完了，自然就好了。他说这话时语气平静，带着一种男人对哲学谚语一贯的热衷，好像这是一条被无数实践检验过的真理，值得郑重地传授给下一代。博莎听完没有说话，不是被说服了，是彻底失语了。因为他终于意识到，在他的认知框架里，他表达情绪不是在传递信息，不是在寻求回应，只是在咯咯叫。等他叫完，一切照旧。更经典的是他每次争吵后的那句话，等你冷静下来就会后悔说了刚才那些话，到时候就来让我原谅你了。这句话是婚姻里最常见的一种语言暴力，不是咒骂，不是侮辱，所以很难被指认。他的操作是在你还没有失控的时候，就替你贴上情绪失控的标签，然后用这个标签把你接下来所有的话全部归零，你的委屈、情绪化，你的愤怒、失控，你的诉求，等你冷静了再说。对话就这样结束了，不是问题被解决了，而是你被取消了发言的正当性。照顾孩子这件事把这道裂缝照得更清楚了。博莎怀孕之后，身边事务全部落在她一人身上，爱德华偶尔帮一次，然后要求全家人都听他汇报。那些天他到处讲这件事，讲到所有人都听厌了。博莎每天做同样的事，没有人听他讲。那时候他第一次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女人在孕期和产前会崩溃，不是因为孩子难带，是因为那种高强度的情绪在场，随时保持注意力，随时察觉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状态来回应。这消耗的是人最宝贵的精气神。偶尔做一次可以感动全场，每天做没有人看见。爱德华做了一次成了故事，博莎做了365天成了理所当然。这不公平，但更准确的说法是，这是婚姻制度运行的默认设置。没有人专门设计这个不公平，它只是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博莎花了很长时间才把这件事想清楚。想清楚之后，他发现他比以前更难过了，因为没有坏人，就没有可以愤怒的对象，只剩下一套庞大而冰冷的系统，以及他一个人困在里面。毛姆在1917年结婚，比这本书出版晚了15年。他的婚姻与他笔下的爱德华和博莎走过了一条高度相似的轨迹，不同的是，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他能命名每一个机制，看清每一次权力的移动，分析每一句话背后的心理结构，但知道并不等于能够改变。有时候最痛苦的恰恰是那些看得清楚却无能为力的人。博莎看不清楚，在某种意义上他比毛姆幸运一点点，他只是在受苦，他不需要同时看着自己受苦。有一天深夜，博莎发现自己在数一件事，不是在盼着什么到来，是在等着某件事结束。他自己也说不清楚那件事是什么，只是有一种感觉越来越清晰。他在这段婚姻里每天都在支出，支出耐心，支出理解，支出宽容，支出那种把愤怒吞下去再微笑着递上来的能力。而账单从来没有人来结。社会学里有一个词叫情绪劳动，它的意思是管理自己的情绪来满足他人的需求。这是一种劳动，消耗真实的精力，和搬砖一样需要体力，只是更隐形。女性从小被训练要有耐心，要包容，要先照顾别人的感受。这些能力在职场和婚姻里从来不被视为贡献，而是被当作你本来就应该这样。爱德华不是不会情绪劳动，他在追求博莎的时候非常会，他随时察觉她的情绪变化，及时调整，温柔回应。那种高敏感的在场曾经让博莎以为找到了知己。婚后那个开关关掉了，关掉的不是能力，是意愿。这个区别花了博莎很长时间才搞明白。他不是不懂，他是不想，因为他判断在这段关系里他不再需要。然后是那个凶险的夜晚，博莎生产了，难产。生产的过程触目惊心，她一度危在旦夕。孩子是死胎，那个她怀胎10月的小生命，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就已经离开了。
医生告诉他，此后他再也无法生育。他躺在床上，身体虚弱到无法动弹，眼睛看着天花板，心里有一种很奇怪的平静，不是麻木，是那种被掏空之后连悲伤都需要排队等候的状态。他等着爱德华来，他来了，坐在他床边，握了一会儿他的手，然后说：“你好好休息，农场那边我去看一看。”他站起来走了。博莎看着他的背影，没有叫住他。他突然明白了一件事，他等了很久的那个他终于在场，永远不会来了。不是因为他不好，不是因为他坏心肠，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那个时刻他需要的是什么。他以为握一下手就够了，他以为去看农场是务实的，而他能做的和他需要的之间有一道他永远看不见的墙。博莎后来去了伦敦，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原因，只是收拾了一个箱子，搭上了去伦敦的火车，叫了一辆出租马车，去了 Miss Lay 的公寓。Miss Lay 开门看见他，没有问为什么，他只是让开了门，说：“进来吧，茶还热着。”博莎进去坐下，喝了半杯茶，然后哭了。不是因为 Miss Lay 说了什么，是因为他第一次不需要解释为什么哭。Miss Lay 坐在对面，什么都没说，就是坐着陪着，让他知道他不是一个人。那种在场不需要学习，需要的只是把自己的注意力完整的放在另一个人身上。爱德华不是做不到，只是他从来没有想过那是他需要做的事。毛姆在他的笔记里写过一段话，感知别人的情绪是需要消耗精力的事情，这在很多人眼中属于投资行为，有限的精力需要用在有价值的地方。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节制的挥霍情绪精力是一件只属于有钱有闲群体的特权。所以当你发现伴侣变了，不再体贴，不再敏锐，可能只是因为你在他那里失去了值得投资的必要性。他没有说这是对的，他只是说这是真实发生的事儿。博莎在那个漫长的康复期里一遍遍地思考这段话，他发现他花了整段婚姻，试图通过付出更多来重新触发那个开关，更有耐心，更宽容，更少计较，把自己的需求压得更低，以为这样他就会看见他，但他没有。开关不是这样触发的，甚至根本就没有那个开关了。Miss Lay 在床边坐了很久，博莎睡着之后，他起身走到窗边，看着外面莱伊府的庄园，站了很长时间。他在想，博莎现在的状态像极了一种他见过很多次的事，一个人在黑暗里走了很久，终于走到了某一个地方，停下来，发现周围依然是黑暗。但这一次的黑暗和之前不一样，之前的黑暗是因为没有灯，现在的黑暗是因为他开始知道灯不会来了，这是更难熬的一种。Miss Lay 没有把这些话说出来，有些东西说出来没有用，对方需要的不是语言，是时间，是陪伴，是在某一刻突然看见真相的那种安静。他只是继续坐着陪着。康复期里，博莎开始读书，不是小说，是他以前觉得无聊的那些书，法律、经济、财产继承、婚姻制度。他想搞清楚一件事，在法律层面，她嫁给爱德华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发现在那个年代的英格兰，结婚之前莱伊府是他的，遗产是他的，他可以签合同，可以起诉，可以处置自己的财产。结婚之后那些权利大部分转移了，不是他主动转让的，是婚姻制度自动完成的。他读到这些，放下书，对着窗外坐了很久。他想起 Miss Lay 那句话，婚姻是给离婚法庭的法官赏晚饭吃的营生。以前他以为那是玩笑话，现在他知道了，那不是玩笑，那是一个人把法律条文和生活经验对照之后得出的最精准的判词。Miss Lay 不是悲观，也不是刻薄， Miss Lay 只是比他早了20年，看见了同一件事。那年冬天，他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过日子。他不再等了，不等他先开口，不等他先察觉，不等那个曾经在追求他时存在过的人某天突然复活，回到他身边。他开始把那些经历慢慢的收回来，还给自己。这不是解脱，这是一种更深的孤独。因为他终于看清楚了，他爱上的那个人，那个谦逊敏感把他放在眼里的人，从来都不是爱德华·克拉多克，那是他自己造的一个人。
暂时住在爱德华的身体里，住了一段时间，搬走了。真正的爱德华一直都是现在这个样子，他只是花了太久才看见他本来的脸。那一天来得很突然，没有预兆，没有征兆，只是一个平常的下午，一匹枣红色的马，一道篱笆墙，一次翻倒，爱德华骑马摔了下来。那是他第二次尝试跨越那道篱笆，第一次他摔断了锁骨，所有人都劝他停下来，他没有听，他翻身上马，再次策马冲向那道墙，马在最后一刻受惊，尸体倒下压在了他身上，他再没有站起来。消息传回来的时候，博莎正坐在窗边，有人进来低声说了那句话。博莎听完愣了一下，然后他做了一件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事，他要求去看遗体。那个要求让周围的人都沉默了，在那个年代，妻子在灵前崩溃才是正常的。但博莎走进去，站在那具静止的身体前，看了很久，没有哭。他后来对米斯雷说，他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看，他要把他的脸永久地刻进记忆里，彻底而清醒地看一眼，让自己永远不会因为模糊的想象而重新挂念他。那是一种残忍的清醒，也是一种他在婚姻里从未拥有过的东西，不带幻觉的直视。葬礼那天，博莎没有去，他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拿起了一本书。仆人来问他是否准备好了，他说你们去就好，然后低下头继续看书。他把爱德华所有的照片找出来，一张一张的烧掉，信件、账本，他在庄园里留下的记录，所有他能找到的带着他气息的东西全部清理干净。那不是出于愤恨，那是出于一种近乎外科手术式的冷静。他要把这10几年从他的身体和记忆里认真地清理出去。这件事花了他3天，3天之后房间里干净了，他也某种意义上干净了。毛姆在书里写，博莎看见遗体被抬进屋的那一刻，感到了一种他自结婚那天起就再没有感受过的东西，自由。不是悲痛冲淡了的自由，不是夹杂着愧疚的自由，是真实的、清澈的，像窗子终于被打开，风终于吹进来的那种自由。这是毛姆在这本书里最锋利的一刀。一段婚姻的结束对妻子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他没有评判博莎，他只是如实的把这件事写了下来。那段清理的日子里，有一个下午，他在书房找到了一本账本，那是爱德华管理庄园的账本，每一页都是他的字迹，工整、清晰，密密麻麻的数字，每一分钱的进出，记得比任何人都认真。博莎翻了几页，然后停下来。他想起他第一次带他去农场的那个下午，那头他帮他一起喂的奶牛，那把锄头，那树带着泥的野花。那个下午的他是真实的，不是表演，不是为了讨好他，是一个农场里的人，做他每天要做的事，正好有他在旁边。他爱上的是那个版本，那个版本也是真实存在过的，只是后来那个版本再也没有出现过。不是因为他骗了他，是因为那个版本只在他仰视他的时候存在，等他站直了，那个版本就消失了。他把账本合上，放回书架，没有烧它。他决定留着它，不是作为念想，是作为证据，证明曾经有过那样一段时间，他相信某件事，全力以赴，然后被那件事以原样还给了他。那不是失败，那是一段完整的经历。他结束了，他走过了，他带着他出发了。那一段时间里，博莎也想起了另一件事。死胎之后，他曾逃去伦敦，住在米斯雷的公寓里。那段时间，他认识了一个年轻人，他的堂弟 Gerald 即将被家人送去美国。他年轻，眼神明亮，和他说话时会真正的看着他。那种被看见的感觉让他几乎忘记了自己是谁。但什么都没有发生。米斯莱某天提早回家，场面结束了。Gerald 去了美国，寄来了一封信。博莎把那封信原封未拆烧掉了，因为他知道那个年轻人看见的也不是他本来的样子，是他在那段婚姻里失去的东西，在他眼睛里暂时复活了一次。那不是爱，那是他对消失之物的最后一次哀悼。出发前的最后一夜，他坐在庄园的花园里，那是英格兰的秋天，
石楠花早就凋谢了，草地上有一层薄霜，天上的星星比他记忆里的更多，也更冷。他在那里坐了很久，没有想任何特别的事，只是坐着，感受那个夜晚，感受那片他出生成长爱过受苦的土地，把他最后一次好好的放进记忆里。然后他起身回去睡觉了，因为明天他要走了。那次在伦敦住在密斯类公寓里的那段时间，博莎问过他一个问题。那是某天深夜，两个人都没有睡意，坐在窗边听着楼下偶尔有马蹄声经过。博莎说，姑姑，你从来都不需要吗？一个人陪着你，让你觉得不是一个人。密斯类想了很久，然后说，需要，每个人都需要。问题是我很早就明白了一件事，那种需要不应该成为允许一个人走进来，然后重新排列你整个世界的通行证。那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只是很早就知道，我一个人也是完整的，不是不需要别人，是不需要用别人来证明自己是完整的。他停顿了一下，说，这两件事差一个字，差一辈子。博莎看着他，没有说话。那个夜晚，那句话在他脑子里放了很多年，放到爱德华死去的那一天，放到他站在他遗体前的那一刻，放到他点燃那些照片和信件的时候，他才终于听懂了。米斯类32岁那年，一个人去了巴黎。他在一家小餐馆里坐下来，点了一瓶酒，一个人喝了整个傍晚，没有人陪，没有人说话。灯光从窗帘缝里透进来，落在桌上。那个傍晚，他忽然意识到，我是我自己足够的陪伴。从那一刻起，他就知道，他进入任何一段关系，都不会是因为他缺少什么，而是因为他想给出什么。这一念之差，让他用不同的方式过完了他的一生。毛姆晚年，有人问他，你写了一辈子关于爱情和婚姻的故事，你认为爱情是真实存在的吗？他想了很久，说了一句话，爱情存在，但它不是我们以为的那种存在。我们以为爱情是找到一个人，然后靠近他，在他那里完成自己。其实爱情更像是这样，你遇见一个人，在那个相遇里，你看见了一个更完整的自己。如果那个人离开了，你不是失去了爱情，你是失去了那个你刚刚看见的自己。所以我们哀悼的从来不是那个人，而是那个在他眼里存在过的我们。这句话博莎后来懂了。Miss Lay 从来不需要懂，因为他从来不依赖另一个人的眼睛去看见自己，他的眼睛一直朝内看着，那才是真正的自由，不是没有人，是不需要通过人来认识自己。博莎在莱伊庄园的最后几天， Miss Lay 来陪她。两个女人在那个他们都熟悉的庄园里，走过花园，走过书房，走过那间博莎父亲的老书房，走过每一个装着记忆的房间。 Miss Lay 没有说太多话，临走的前一晚，她只说了一句，你现在和你以前不一样了。博莎问，哪里不一样？ Miss Lay 看了她很久，说，以前你走路是在找什么，现在你只是在走。博莎想了想说，我觉得这样更累。米斯雷笑了，说，是的，但是这种累值得。好了，最后我想回到开头的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把婚姻看透的人依然走进了婚姻？因为看透一件事和能够抵抗它是2件完全不同的事。毛姆28岁就把婚姻写进了书里，写得如此精准，如此冷静，可他自己还是走进去了，不是因为他蠢，是因为道理住在脑子里，执念住在骨头里，骨头比脑子更难说服。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爱得越深的女人摔得越重？不是爱得越深摔得越重，是她爱上了自己的投影。那个站在农场里不看她，用2只有老茧的手喂牲口的男人，他把它读成了真实，把陌生读成了纯粹。然后他用20年，等那个投影变成真实的人。投影不会变成真实的人，灯一亮，那个轮廓下面只是一个普通人。伤的从来不是爱有多深，是他爱上的那个人，从一开始就不存在。第3个问题，一段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会发生什么？门一关，阶级消失了，性别覆盖了阶级，制度替代了感情，
那个追求他时谦逊、敏感，随时察觉他情绪的爱德华完成了他需要完成的事，安静地退场了。不是他骗了他，是他的谦逊从一开始就是阶级压力压出来的，不是他的性格。激励消失了，那个版本的他也消失了。消失的不只是他，消失的还有婚礼之前那个叫博莎莱伊的女人。Miss 赖早就说了，婚姻不过是给离婚法庭的法官赏晚饭吃的营生。毛姆花了12年才信，博莎花了20年。Miss 赖一天都没花，不是因为她比别人聪明，是因为她很早就明白了一件事，她一个人也是完整的，不是不需要别人，是不需要用另一个人的目光来确认自己值得被爱。这两件事差一个字，差一辈子。最后我想把这3个问题还给你，你身边有没有一个 Miss 赖，一个早就把答案说给你听了的人，你还没有真正听懂？你有没有曾经爱上过一个人，后来才发现你爱的是你自己做的那件衣服，不是他本来的样子？如果婚姻是一块墓碑，你知道它埋葬的究竟是什么吗？我没有办法告诉你答案，因为每个人的答案只有自己挖得出来。但我可以告诉你博莎教会我的那一件事，有些道理你不用花20年去亲身验证。如果你身边恰好有一个 Miss 赖，今天就可以认真听他说一遍。我是 Fanco， 愿你早一点听懂那句话。我们下期见。